因为看到不少小伙伴留言说，看到新闻了，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访华，对这事该怎么看？我们这边很多媒体也报了这条消息。这件事怎么说呢？至少到目前为止，肯定是不那么确定的，甚至有点蹊跷的。为啥这么说呢？有段时间没剥洋葱了，我们今天还是用剥洋葱的办法，来看看从这条消息背后能读出些什么来。首先是最外面一层洋葱皮，这件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就得研究相关报道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3件事。首先，从相关报道来看，到目前为止，这个消息还只是以色列时报放出来的风。以色列时报是一家非官方性质的私人媒体机构，所以它的报道就很难说了。有时确实有官方在背后放风，来看看各方面的反应；有时呢，却会做一些报道来博取眼球的。第二，就算以色列时报他自己也说，听到这个传言后，他们跑去问了总理办公室，结果总理办公室拒绝发表任何评论，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反正就是含含糊糊。说到这里，有小伙伴可能要说了，明白了，这整件事就是个3无产品，根本没有的事。但也不见得，为啥呢？这又得说到第3件事。在报道里，以色列时报说，内塔尼亚胡为啥想要访华呢？是因为他当了总理后，拜登一直没邀请他访问白宫。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向来有个惯例，以色列新政府上台，美国总统往往会很快就发出邀请，让他去白宫访问。但内塔尼亚胡呢，他去年12月就担任总理，直到现在都7个多月了，还没有收到拜登的邀请。原因呢，是因为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2人关系非常好。但大家都知道，拜登和特朗普是政敌，结果内部矛盾外部化，党争延伸到外交领域。去年12月内塔尼亚胡上台之后，拜登对他一直很冷淡，所以以色列时报就说了，有个消息人士就出来放风说，内塔尼亚胡不会坐等一个不会到来的白宫访问邀请，他同时也在开展其他工作。啥意思？差不多就是对拜登的警告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中国。到这里就可以下第1层洋葱的结论了。这篇报道从整体上来看，不大像那种为了博眼球而故意无中生有做的报道，至少有这种可能性。在了解这大致怎么一回事后，我们就可以来剥第2层洋葱了。最近20多天，有关以巴之间的事，总让人觉得有那么一点诡异。怎么诡异呢？在时间点上，至少有2个巧合。第一个巧合是6月8日，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维尔玛突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信，说美国准备重新加入。第2天，也就是6月9日，我们这边宣布巴勒斯坦国总统马阿巴斯访华。看到这里，可能有小伙伴要说了，没看出这2件事有啥关系呀？其实是有关的。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实有过2次，一次是在1984年，当时的美国总统是里根，他就宣布退出了。理由是这个组织管理不善、腐败，更重要的是，他还对苏联偏心。当然，那只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里根对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极其不耐烦，想要整他。密特朗因为他属于左翼，是社会党人，在冷战时期，只要听到左翼政党这4个字，美国总统都会连打好几个喷嚏的。对密特朗，里根更要打喷嚏，因为他是联合了法国共产党才击败右翼的共和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在法国巴黎，所以美国那次退出，某种程度上是给密特朗点颜色看看的意思。当然，我们之前也讲过，对密特朗，美国人还干过一件更狠的事，推动新卡里多尼亚独立。还有一次是在2017年，当时的美国总统是特朗普，理由是什么呢？他说，教科文组织带有反以色列偏见，需要根本性改革，实际上是特朗普为拉拢以色列所做的动作。如果美国想要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完全可以趁早，没必要在巴勒斯坦总统要访华的前一天才匆匆忙忙的说要重新加入啊。
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有那么一点拉拢一下巴勒斯坦人，当然背后还有阿拉伯人，顺便再给内塔尼亚胡点颜色看看的意思。第二个巧合呢，这我们新闻都看到了。6月13日，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访华，又是巧得很。在当天，又是以色列时报，他发消息说，以色列方面已经通知美国，他计划在6月底在约旦河西岸的非法定居点准备建造数千套住房。结果不出所料，美国那边表示反对。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就说了，美国已经明确表示，推进定居点是和平和实现两国方案的障碍。这世上的事向来没那么巧的，为啥出现这种巧合呢？到这里又可以剥开第3层洋葱了。就在那段时间，在整个大中东地区究竟发生了哪些事？先来看大背景。自从3月10日，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和伊朗达成大和解之后，整个中东的局势瞬间为之一变。之前是什么一种格局？简单来说，就是美国故意设下了双重矛盾，一是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和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之间的矛盾，二是以巴矛盾再往深一点，则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因为矛盾重重，大家都得求着美国嘛，而美国人呢就能从中渔利。结果万没想到，这个大框架中的第一重矛盾被我们拆解了。以色列呢，又众所周知，这些年来在他背后站着的就是美国嘛，瞬间美国的地位就变得非常尴尬。甚至在一瞬间，当地所有国家都觉得，既然沙特和伊朗已经大和解了，你美国人还不回老家，为啥还在中东待着呢？之后很快就传出，海湾国家包括伊朗在内，要成立联合海上力量来共同维护波斯湾的安全，意思就非常明确了，要美国人滚蛋。但中东这地方，美国肯丢吗？当地地底下可是滚滚的黑色石油，无数的钱啊，光冲着这一点，美国人也不肯啊。那怎么办？我们之前说过，中东有4大地头蛇，土耳其、伊朗和沙特，外加一个特立独行的以色列。那段时间，美国就不断的去找沙特，比如说在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就跑了沙特一趟，到6月，国务卿布林肯又跑了一趟沙特。但伊朗比较麻烦，因为美国还在制裁他啊，怎么办呢？结果没过多久，就传出这条新闻来了。是啥意思呢？就是美国人也在偷偷的和伊朗人在谈，你要是处在以色列的位置，会怎么想？好家伙，美国你和谁家都在谈，有公开谈，有悄悄的谈，偏生在这关键时刻，你美国人还因为特朗普和我们关系不好，你很有卖掉我的嫌疑啊！以色列人怎么办？我就告知天下，我要在约旦河的非法定居点建造数千套住房了，而且我事先还通知你美国了。知道这消息后，沙特人会怎么想？他是逊尼派老大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建非法定居点，侵害的是巴勒斯坦人的利益，打的却是沙特人的脸，他能给美国好脸色看吗？伊朗人呢，虽说不同派，但至少是同胞兄弟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和美国人谈，也实在太尴尬了。说到这里，明白在6月13日，以色列突然抛出那条消息，说要在费达定居点扩建住宅，究竟是啥意思了吗？其实就等于问美国，你是准备要我，还是要他们？结果美国跳出来反对，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还说，这是对和平和实现两国方案的障碍，这就等于做出回答了吗？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过头去再看看以色列时报放风说内塔尼亚胡要访华究竟是啥意思了，差不多等于跟美国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自己看着办。对以色列人发出的警告，美国人现在是什么一种态度？简单来说，就是无所谓，是你需要我多一点，还是我需要你多一点？到这里又可以剥开第4层洋葱了。美国人为啥这么自信呢？看这张图就明白了。看到远处的骆驼，更远处光秃秃的山没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所在的地区相当干旱，照道理说，
它应该是一片沙漠或者是半沙漠啊。之所以还有点绿色的向日葵，纯粹是人为。以色列搞了滴灌技术，每棵向日葵底下都埋了根管子。但就这么一块荒芜之地，人口却异常稠密。以色列人口快到1000万了，巴勒斯坦人呢，也快500万了。总面积呢，却只有2.7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差不多是每平方公里560人。为啥巴以冲突不断？以色列人为啥不断拓展非法定居点？根本原因就是人口太多，大家在争夺生存空间。美国现在吃定的就是巴勒斯坦这地方，反正就这么点生存空间。你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要生存下去，必然要和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虽说在我美国，你们犹太人势力大，我得让着你点，但归根结底是谁靠谁呀？简单来说，就是美国人吃定了这件事，你以色列人无解，求谁都没用。但这是真无解吗？到这里可以剥开第5层洋葱。对美国来说，这件事确实无解，但对中国来说，这件事却不见得无解。为啥呢？说一件事发生在6月7日，当天，阿联酋迪拜水电局发消息了，说对造阿勒马克图姆太阳能产业园第6期，他已经收到最低报价了。中标的是谁呢？阿布扎比可再生能源公司 Masdar。大家不用管这公司的背景，重点在它报出的价格。每千瓦时 1.62154美分，啥概念呢？就是每度电的上网成本只有1毛多。问了一下行业内人士，这个价格已经远低于火电成本，只有几分之一。为啥它能做到这一点呢？有2大原因。先来看第一个原因，这是全球太阳能资源分布图，能看出什么来没有？中东那一块是红彤彤的一片。太阳能资源非常丰沛，这优势别地方是难竞争的，毕竟人家都是沙漠，不怎么下雨，光照充足，地也基本是沙漠，拨开石子直接开建就行了。第二个原因，你别看是中东公司中标，它采购的设备肯定是我们造的，毕竟在全世界只有我们不断提高效率，硬生生地把光伏发电做到了地板价。看到这里，可能有小伙伴已经想到点东西了。这里上张以色列的光照图，看出什么来没有？整个巴勒斯坦地区除了北部，其余的地方也都是红彤彤的一片。这意味着什么呢？在阿联酋报出来的光伏电价，在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地方也差不多能报得出来，也可以至少把上网电价做到很便宜的程度。看到这里，有人可能要问了，上网电价便宜，对解决巴以冲突能起到啥作用呢？巴勒斯坦的西边是什么？是地中海。因为一直处在干旱地区，以色列人的海水淡化技术其实挺厉害的。现在它的海水淡化工厂已经差不多能搞到这地步了，每吨水3到4块人民币，而且其中一半是电力成本。那以色列人的电又怎么来的呢？非常传统，像在2021年，它天然气发电占 69%， 煤电占 23%，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 7.5%， 其中光伏发电只占 7.3%。 天然气发电其实比煤电还贵，所以如果用上光伏发电，以色列海水淡化的价格还能再低不少。但光伏发电有个缺点，有太阳时行，没太阳时就不行，用电贵在持久啊，所以要怎么办呢？得配储能设备，但在这块我们恰好也是全球领先的。说到这里，是不是能看出这么一个产业闭环来了？我们在光伏和储能设备这块相当先进，可以大量提供给中东这些国家，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色列它的海水淡化技术挺先进的，中东这一圈国家基本家家都是沙漠一大块，绿地没几块，挺缺水吧？那就设法让它和中东这些国家合作，提供海水淡化技术。但就凭着现在这状况，这些中东国家肯定不愿意啊，因为你在欺负他们的小弟巴勒斯坦人啊。怎么办呢？就得让以色列人把他占的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给吐出来。但以色列人肯吗？如果我们能认真给他算算账，他应该会肯的。这也有数据支撑，
因为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现在的老天爷给的那种自然的水资源总量有多少？差不多11亿吨。以色列人一年要耗掉多少水？差不多20亿吨。这多出的9亿吨，基本上是以色列人靠海水淡化搞出来的。怎么说呢？巴勒斯坦地区虽说人口非常稠密，其实它南部有个内盖夫沙漠，面积挺大，因为极端缺水，所以没啥人住。但如果电价下来了，海水淡化的成本因此大大降低呢？比如说，因为成本降低，能把海水淡化从9亿吨搞得增加5至6倍，到50至60亿吨呢？那沙漠也能变绿洲啊！这就意味着可用面积变大，人的生存空间也就变大，大家就不用争得那么厉害了吗？我们知道，对巴以冲突一直以来有个两国方案，就是大家退到1967年边界线，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分别建国。只要可用土地增大，以色列如果够理智，不想四面受敌，这个民族还想在中东这块土地上立足的话，他应该会接受这种和解方案的。更何况，他还可以因为实现了和解，靠着搞海水淡化项目，再提供农业滴灌什么的其他技术，能赚到不少呢。与其沙场搏命，朝不保夕，一天到晚炮声隆隆，哪里如和邻居实现和解，大家一起赚钱呢？说到这里，有人要问了，这里一直在说赚钱，那究竟赚谁的钱呢？把上面有张图再上一遍，看到没？在离中东和北非不远的地方，有片地方是黄绿色的，对，这是欧洲，这地方发达国家多啊，还算挺有钱的吧。但在太阳能这块，老天爷不怎么帮忙，怎么办呢？这就需要特高压技术。在这块，中国也是全世界领先的，我们可以帮中东、北非这些国家，把他们用光伏搞出来的电，用特高压输送到欧洲去换，赚欧洲人的钱啊！这不就是个完美闭环吗？中东、北非这些国家天天担心油产完了，自家怎么办？今后就不用担心了，你头上有太阳啊！他们担心自己没水，将来老百姓吃不上饭怎么办？如果和以色列人达成和解，这方面不用太担心啊。以色列人如果这么干了之后，一不用觉得土地太小，硬要争地；二他虽说打仗经常能赢，但只要输一次就是亡国之祸，这层担心也可以去除了。巴勒斯坦人也可以由此获得自由，有自己的国家，欧洲也有能源用，这不是恩赢的办法吗？现在中东地区随着沙伊和解，新时代的门缝早就开启了，新的时代会有新时代的解决办法。怎么说呢？巴以矛盾如果没法解决，以色列就不可能真正融入中东，更不可能享受和平，只能在强敌环伺、四面受敌的状况中，每天过着惊恐不安的日子。以色列未来命运就看他怎么选择了。对美国和我们来说呢，则是弱者抱怨处境，强者解决问题。巴以冲突是全世界最难解决的问题，谁如果能解决，谁就命中注定将是世界的最强者。